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啊？為什麼我們每天在用的這些科技，不管是手機 App 還是智慧裝置，常常感覺好像不太懂世界上另外一半的人？為了解決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一個叫做女性科技 FemTech 的全新領域正在快速崛起。好，那今天這整套分析我們會分成幾個部分來看。首先，我們來聊聊科技業過去到底忽略了什麼。然後我們會看到女性科技這個東西是怎麼成為一個必要的解決方案。再來，我們會鑽得更深一點，去探討它背後的核心設計理念。當然，也會看看它所面臨的風險跟挑戰。最後，我們一起來重新思考，我們每個人的個人數據到底有什麼新的價值。好，那我們就先從一個你可能聽了會覺得有點驚訝的事實開始講起。很多我們以為是理所當然，為所有人設計的通用科技，但你如果去挖它的源頭，你會發現，哇，它從一開始就是拿世界上大概一半的人的數據當作標準而已。那這就引出了一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咯，對的。如果我們每天都在用的，甚至很信任的這些科技產品，打從娘胎出來，它的設計就根本沒有把世界上另外一半的人類考慮進去，那後果會是什麼？而且這問題不是那種很遙遠的學術討論哦，它其實就藏在我們生活中的各種小細節裡。我舉幾個例子你就懂了，像是汽車安全測試用的那個撞擊假人，你知道嗎？很長一段時間用的都是模擬男性身材的假人。還有我們上班的辦公室，那個冷氣溫度通常都是根據男性的平均新陳代謝率去設定的。這就是為什麼常常會聽到女性同事覺得冷，甚至連我們現在很習慣的語音助理，最早期的訓練資料也大多是用男性的聲音。所以說，這些以男性為預設值的設計，直接的後果就是女性在很多方面的需求，像是行車安全身體的舒適感，甚至是一些很根本的健康問題，就這樣長期被系統性地忽略了。這個問題的影響有多深遠？我們把時間拉回到過去，來看一個更驚人的例子。在1977年，美國的 FDA， 也就是食品藥物管理局，他們有一項政策，竟然是正式的把絕大多數的女性排除在所有新藥的臨床試驗之外。你沒聽錯，就是排除在外。雖然這項有問題的政策在1993年總算被廢除了，但你想想看，中間這整整16年，留下的是一個多麼巨大的數據黑洞。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一直到今天，我們進入 AI 醫療的時代，都還在影響着 AI 模型對於女性疾病診斷的準確性。如果覺得剛剛那個例子有點久遠，那我們來講個近一點的。2014年，蘋果發表了他們的健康 App。功能超級多，對吧？但你知道嗎？當時它竟然可以讓你追蹤你的血液酒精濃度，卻完全沒有追蹤女性月經週期的功能。這件事真的蠻諷刺的，也再一次證明了這種系統性的盲點在科技開發的世界裡是真實存在。好，那講了這麼多問題，有缺口，自然就會有新的機會出現。正是因為這個長期被忽略的巨大市場，一個全新的科技類別就這樣應運而生了。這個新的類別就叫做 FemTech， 女性科技。那到底什麼是 FemTech 呢？其實很簡單，你把它想成一個總稱，它包含了所有運用科技來解決女性特定健康需求的軟體、診斷工具、產品服務全部都算在內。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要理清哦。很多人一聽到 FemTech， 第一個想到的可能就是那種記錄經期的 App， 但它的範圍其實遠比這個大太多了。你想象一下，從一個女性的經期健康、生育計劃
到懷孕期間跟產後的照護，再到更年期的管理，甚至是一些女性特有的癌症議題，還有更廣泛的整體身心健康。基本上 Femtech 涵蓋了女性一輩子不同階段的各種需求。而且你千萬不要以為這只是個小眾市場。根據市場預估，到了2025年，全球 Femtech 市場的產值可能會高達700億美元。700億美元，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它不只代表着龐大的商業機會，更重要的是，它背後反映的是一整個社會觀念的巨大轉變。接下來，我們來聊聊 Femtech 成功的關鍵。它的成功其實不只是因為點子很棒。更核心的原因在於它的打造方式，它用的是一種跟傳統科技業很不一樣的設計哲學。這個哲學的核心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一句話 ：One size doesn't fit all。一種尺寸不可能適合所有人。它徹底告別了過去那種一體適用的懶人思維。它承認不同的使用者就是有根本上不同的需求，所以真正有效的科技就必須要能夠為這些獨特的需求量身打造。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這個理念是怎麼落實的呢？靠的是一種叫做共同設計 co-design 的方法。它有幾個步驟。第一，也是最關鍵的，就是把真正的使用者，也就是女性，拉進來參與設計的每一個階段，從最一開始的腦力激盪到中間的開發，而不是只是把他們當成產品做完之後的白老鼠。第二步，它會整合不同領域的專家，像是醫生啊、設計師，甚至社會科學家，大家一起合作，這樣多方協力，最後做出來的產品才有可能真正貼近使用者的生活經驗。好，聽起來 Femtech 很棒，對吧？不過凡事都有兩面。就像所有重大的創新一樣，它也一定會面臨很多的風險跟挑戰，甚至是一些道德上的難題。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好好檢視的。第一個挑戰就是一個非常尖銳的質疑：你做的這些產品究竟是真正貼心的解決方案，還是說穿了，只是一種膚淺的粉紅清洗？什麼是粉紅清洗 （pink washing）？ 這個詞你可能聽過，意思就是說，有些公司啊，他們只是把產品包裝弄成粉紅色的，或是用一些很刻板的女性印象來做行銷，讓你覺得這是為女生設計的。但實際上，產品的核心功能根本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這就是一種用行銷話術來取代真實同理心的做法。但除了行銷面的問題，還有一個更嚴重、更棘手的風險，那就是我們的數據隱私。你可能從沒想過，你存在 App 裡那些最私密的健康數據，有一天竟然可能會變成法庭上的證據。這不是危言聳聽哦，在英國就發生過一個真實的案例，這也是一個指標性的案件。當時當地的警察為了要調查一位女性，懷疑她非法使用墮胎藥物，他們竟然直接去跟一家開發經期追蹤 App 的公司，要求提供這位用戶的所有個人數據。你看，這件事真的敲響了一個很大的警鐘，一個本來是幫助你管理個人健康的工具，在一夕之間就可能變成執法單位用來監控你的儀器。好，雖然有這些風險，但我們也不能因噎廢食。Femtech 這類科技的核心價值，始終還是在於它如何善用數據來賦予每個人力量，讓我們能夠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身體。不過，在實際使用上，很多人會碰到一個很常見的困境。就像有個使用者就分享過他的擔憂，他說：“我的身體狀況，我自己的正常，好像跟 App 裡面的那個標準值不太一樣。那是我生病了嗎？”你看，當 App 的設計不夠個人化時，它不但沒辦法幫助你，反而還會製造新的焦慮。所以說 ，Femtech 真正的力量絕對不是只在於記錄而已，重點是要透過數據為自己創造一個正向的循環。這個循環是這樣的：第一步，你先記錄你的個人指標，像是月經週期啊、睡眠品質、情緒波動等等。
第二步，你開始去察覺，從這些數據裡找出你自己獨特的模式。比方說，你發現自己每次經期來之前，體溫都會有微小的變化。第三步，你試着去理解，把這些模式跟你生活中的其他事件連接起來，像是原來我那陣子壓力大，週期就亂了。當你有了這些理解之後，最後一步，你才能真正的採取行動。不管是跟醫生溝通時能講得更清楚，還是為自己做出更明智的生活決策。所以你看，他的最終目標其實就是透過這種個人化的自我覺察來賦予我們力量。他把原本冰冷的數據記錄變成一個幫助我們理解自己獨特身體的強大工具。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給大家一起思考：當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世界越來越被數據所定義的時候，到底誰該來負責，確保我們開發出來的科技是為每一個人所設計的？這件事，它真的不只是一個新的商業機會而已，它更像是一個我們在打造未來世界時，所有人都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從科技界長期存在的男性預設值這個問題出發，看到了 Femtech 是如何透過共同設計的理念來彌補這個巨大的需求缺口。但同時，我們也必須警惕像是粉紅清洗這樣的行銷陷阱，以及數據隱私帶來的嚴峻風險。而這一切的核心，最終還是要回到如何將數據轉化為一種能夠賦予個人力量、促進自我覺察的工具。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